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黄梁村最近人心惶惶的，因为他们村很多青壮年失踪了，而失踪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去了村子里最大的那座山上，去了之后就没再回来了。黄梁村比较偏僻，但是村子里的人口比较多，平时大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，只有在农忙结束的时候，村子里的青壮年才会上山打猎或者找点别的山货，以贴补家用。平时农事不是很紧张的时候，家里的男人也会上山去逛逛，如果能打到点猎物，还可以打打牙祭。大家每天都过着平静祥和的日子。而这次上山主要是村长说他在山上看到了大野猪，然后选了10多个年轻力壮的上山打野猪，可这回野猪没打到，人还都不见了。村长黄明业很焦虑，因为丢失了男子的家庭都会有一个女人跑到他家里哭，要他想办法。眼下整个村子已经有10来个男子不见了，他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亲自组织了20多个青壮年，大家一起去找。本来那些男子都不敢去，但是黄明业说了，如果不去，就不是这个村的人，没有集体意识感，以后也不用住在这个村了。一群人战战兢兢地在那座山里找了好几天，几乎把山踏了个遍，还是没找到。而后也去旁边的小山找了，都是没看见一丝痕迹。至此以后，村里面就传开了，说那座山里面有吃人的妖怪，再也没人敢上去了。失踪的人没找到，找村长也没解决，只能报官了。黄梁村所属县衙的知府叫周清，是一个很有能力而且还负责的官。他知道这件事后，大为震惊，在他的管辖范围内，居然有10几个青壮年失踪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所以他马上安排好衙门里的事，自己带着一个随从，6个功夫不错的衙役，亲自往黄梁村赶去。他倒要看看是何方牛鬼蛇神在作妖。按照这么些年办案的经验，他还暗中派了2人跟随，因为很多的事情明面上的人是不好去查的，必须派暗中的人去查，才能不打草惊蛇。来到黄梁村后，已经是傍晚了。黄明业早早的就在村口迎接了，看见周知府一行的马车，他连忙弯腰迎了上去，知府大人辛苦了，现下已是傍晚了，还请知府大人到寒舍歇息一晚，明天我们再上山去查吧。周清看了看黄明业，道：我们先去山脚下看看吧。黄明业连连点头称是，带着一行人往那座山的山脚下赶去。村里面的人知道知府大人亲自来帮他们找人了，都看到了希望，带着急迫的心情也都跑山脚下去看知府怎么找人。待看到知府大人只带了7个人，他们都道：知府大人啊，这山里面有吃人的妖怪啊，你带这么点人还不够那妖怪塞牙缝的，怎么上山找人啊？周清听完笑道：我带人来是要缉拿那歹人归案的，可不是来为妖怪的。我听说你们已经上山找过了，如果真有妖怪吃人的话，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你们什么都没找到，说明是人干的。他们抓了人之后，把痕迹都抹除了，那我们就要跟他们斗智斗勇了。众人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到底是知府，想问题都比自己想得通透些，于是便不再吵闹，由着那知府站在那山脚下，看着山思索。周清看着眼前那巍峨的高山，心想着这里可真是个为非作歹的好地方啊，做点什么事不会被看见，也不会被听见，幽深的颜色还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妖魔鬼怪。可他周清寒窗苦读10几载，怎么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妖魔鬼怪？他只相信人定胜天。周清想完，又看了看旁边那几座比眼前这座矮很多的小山，问黄明业道：
确定那10几个失踪的人都是在这座大山里面失踪的吗？有没有可能去了旁边的小山？你们找了一下没？黄明业忙道：都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周青眯着眼睛盯着旁边一座山，用手指着道：我怎么好像看见那里有房屋？黄明业一听，眼神闪了一下，回道：那是几年前新建的一个尼姑庵。说了这一句就没有下文了。周青看了他一眼，道：详细说说。黄明业只能又说道：几年前来了几个尼姑，到山上去转了转后，决定在山上建一个尼姑庵。那时还在我们村上住了几个晚上，说是想考察一下适合不适合建庵。后来决定建之后，他们就一直在山上搭房子住了，我们也从来没去看过，毕竟有这么远呢。几个月后建好了，又来了一些尼姑，现在大概有10来个了吧。他们不常下山，1个月只下山补一次东西。周青听完想了一下，又问道：房子建得很好吗？黄明业惊了一下，看了看周围的村民，道：就是一般的房子，建了有10来间的样子。周青看他又不说了，又问道：那他们从哪来钱的？黄明业又道：听他们说，他们家都不是穷人，只是觉得红尘乱人心，想要求个安静，便结伴到这山里来清修。他们自己也会种点小菜，只需买点米什么的就行，也是不需要很大的开销。周青听完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转头说道：好了，明天再说吧，我们今天先歇息。众人一听，什么都苗头都没发现，就回去了，心里难免失望。而那些有失踪人口的家里人又开始哭起来了，一个个喊道：还请知府大人抓紧时间找人啊，还不知道他们受什么苦呢。周青安慰他们道：找人需要时间，你们切莫太过心急，且由我想一个晚上，明天再做计较。众人听罢也是无奈，他是知府不是神仙，确实不能逼得太急，不然他撩手不管了，那些人就更难找到了。于是便不作声，看着周青随着村长走了，他们才离开。吃完晚饭，那6个衙役各自去休息了。周青带着他的随从在村长安排的房间静静地思索着。那随从叫小武，看似负责周青的饮食起居，其实是周青的贴身保镖，也是一个1等1的高手。想着想着，周青忽然说道：那村长不对劲，还有那个尼姑庵，感觉村长好像不是很愿意跟我说那个尼姑庵的事。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我不问，他也当作不知道。还有那个尼姑庵，我总觉得很怪异，一群女的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建个庵，太诡异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摸着下巴又疑惑的道：我没问年龄，那个黄村长也不说，而且黄村长说他们只是建了10来间普通的房子，却建了几个月，这也不对，几个月的时间，2个县衙都可以建好了，莫非他们建了别的暗室？可尼姑庵建暗室有什么用呢？想着，他吩咐小武道：你赶紧去跟他们几个说，今晚就辛苦一下，安排1个人盯着村长和他的家人，再安排几个人去夜探尼姑庵，一定要小心。我觉得那个尼姑庵不一般。小武听命，立马就下去安排了。周青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他在想那些人到底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抓去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青壮年？是因为只有青壮年上山了，还是只需要青壮年呢？周青有一个习惯，只要他觉得脑子很混乱的时候，他就会拿出妻子给他缝的荷包闻一闻，那荷包里面装了一些提神醒脑的药物，闻了之后能让他在一团乱麻中有精力去找线头。这会他觉得他的脑子又糊涂了，他需要清醒一下，所以他又拿出那荷包放在鼻子下闻了起来。他闻着闻着，脑子里忽然闪过前段时间跟临县知府通信，那也是他多年的好友，2人经常保持联系，有什么解不开的案子
也会相互讨论，看对方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，出主意。他在信中说道，他们县城一下子失踪了30来个年轻的女了，都是17、18岁的年纪，相貌都还不错，就是忽然那么几天失踪的。然后有人报案，官府出面查的时候，又没有一个再失踪了，只是他们都是县城里的人，不同于这边，都是乡村里的人，而且两地相隔了1天的路程呢。他的那个好友现在还没能破案，他那时也去邻县待了几天，也是毫无头绪。最奇怪的是，那些人都是在家中睡觉，第2天发现不见了，然后再没找到人，好像忽然凭空消失了一样。不知道这2个案子是否是一伙人搞的，他那边没有踪迹可循，我这边倒是发现了一丝不寻常之处。思索了一会，周青也是没什么头绪，还是先休息，等随从来告知他探查的情况再做打算吧。周青休息了一会，小五就回来了。他跟周青说道，村长家的人都没有异常，但是那个尼姑庵守卫很森严，绝不像那个村长说的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尼姑庵。普通的尼姑庵可不会放那么多守卫。周青一听，脑子瞬间清醒了，又问道，你速将你们此次碰到的事全都说与我听，要事无巨细。小五思索了一下，道，您吩咐了我之后，我就去他们的房间安排了。因黄村长家的人是分2个房间睡的，他和他妻子一个房间，他的2个儿子一个房间，所以我便安排了2个人各盯一个房间。后来盯黄村长那房的人回来跟我说，黄村长2口子一直在房内没出去，只是半夜的时候，房间好像传出了一丝异响，可能是找夜壶还是什么的，也没看见人出来。他儿子那房间就是呼噜声，可以确保都是在床上睡着的。然后剩下的5个人就去探那尼姑庵，我们5个人是走的5个不同的方向，想要各自探访，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尼姑庵的暗处隐藏了好几个守卫，就我们几个看到的就有8个，东西南北各一个，每2个方向的中间还有一个，我们根本进不去，只能躲在暗处观察了一些时间。房子确实很普通，就是普通的泥瓦房。后半夜的时候，有几个尼姑去跟那几个暗卫说了几句话，就回房了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。周青听完，眼神一下锐利起来，看样子那尼姑庵果然有问题，不知道这次人口失踪是否就是那尼姑庵搞的。还有那个黄明业村长，总感觉他在为尼姑庵遮遮掩掩的，不知道是否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尼姑庵那泥瓦房肯定是不用建几个月的，绝对有地下暗室，这个可以肯定了。想着他又记起小五说的黄村长房间的那一响，忽然他站起身对着小五道，明天我们上山查案的时候，你吩咐案中的那2人，一人去那村长房间里面查一下，看他房间是否有暗室什么的，记住一定要隐秘，别被任何人发现。无怀疑他昨晚去尼姑庵报信了，然后另一个在我们明着去那尼姑庵查访的时候，他暗中也查探一下暗室的事。小五点头称是，便往外间走去。趁着天还没亮，2人又抓紧时间补了下觉。第2天，黄明业一早就很殷勤地出现在了周青的面前。他问道，知府大人，今天可是要去那尼姑庵看看？那我们一会吃了早饭便可以出发了。看着点头哈腰的黄明业，听着他说的这些话，周青越发觉得昨晚他房间那声异响怕是不简单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表现出来，默不作声地点了头。吃罢早饭，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出发前，很多村民都想跟着一起，被周青严词拒绝了。一堆的人去，不叫查案，那是在告诉歹人，我们来了很多人，你赶紧把所有有疑点的东西赶紧藏起来。村长黄明业也是极力阻止他们去，他们便只能留下了。去尼姑庵的路上，周青看着黄明业道，黄村长在村里还挺有威望的，
黄明业一听，弯腰道：“我一直都勤勤恳恳地帮他们办事，他们自是会感激我。”周青又道：“黄村长的2个儿子，可有定亲了？看着好像也不小了。”黄明业听此问，一脸惆怅地道：“我2个儿子都有自己看上的姑娘，奈何那2个姑娘都是县城里的人，人家说了，要想娶她们可以，必须要在县里买一个房才行，这可把我老2口急坏了。那2混小子又非他们不娶，我只能随他们去了。”周青听完，只笑道：“你那2儿子眼光还挺高。”便没再作声。那尼姑庵看着没多远，走起来倒是距离不近，愣是走了1个多时辰才走到。到了之后，黄明业跑上前敲门，很快就有人来开门了，是一个30来岁的尼姑。他看向周青一行人道：“此处乃是尼姑庵，如此多的男子过来诸多不便，如果众位想进来歇息，恕贫尼不能通融了。”周青心想道：“还挺能装。”但是他也没出声，看了眼黄明业。黄明业心领神会，走上前向着那尼姑道：“我是山下那黄梁村的村长黄明业，这位是我们县衙的知府周青大人，此番前来是为了我们村失踪的那10来号人，想要进去看看。”那尼姑一听，生气的道：“莫非周大人是怀疑我们庵里藏了那些人？我们庵里全是女人，还请大人不要污蔑我们才是。”周青淡淡的笑道：“还请到孤允我带人进去看看，只是官府查案的流程，走个过场，也好安抚那些失踪人口的家庭。官府的人进去查看，总比他们闯进来要好一些吧。”那尼姑听到这话，对周青说道：“那请你们稍等，我得去请示我们庵主。”说完又掩上门走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带着另一个尼姑前来，想来那另一个尼姑便是他口中的庵主了。那尼姑来到门口，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道：“有礼了，既然是官府查案，就请诸位进来吧，只是还请周大人吩咐一下，别让人冲撞了我们的庵的姐妹才好。”周青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这点还请道姑放心。”一行人进来后，周青询问道：“可否让庵里的道姑都出来见见？”那尼姑听了，对他点点头，又吩咐了一声身旁那个尼姑，那个尼姑就走开了。没一会，从屋里走出了11个尼姑，加上那庵主，总共是12个。看这些尼姑的相貌，差不多都是20-30岁的样子，长得都很普通，属于丢人群里就找不到了的那种。周青问道：“可否知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呢？”那庵主回道：“都是受过情伤苦命之人，跟家里的人都已经断绝关系，只带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到这山上作伴，只图安静地度过余生。那些红尘之事就莫要再问了吧。”周青明知他们不会如实相告，他只不过在为那个暗中调查的人拖延一点时间罢了。之后他又在庵里转了一会，这个庵实在不大，要问的也不多，眼看实在没理由再待下去了。周青便道：“打扰各位道姑清修了，告辞。”那庵主手掌放在下巴下面低了一下头，看着周青他们出门后，便把门合上了。黄明业一出尼姑庵，仿佛松了一口大气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对着周青道：“周大人，你看这尼姑庵连藏个人的地方都没有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。要不咱还是到山上去看看，看是不是被什么野兽吃掉了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”周青道：“也罢，那就去山上探查一下吧。”从尼姑庵走到那座山距离也不是很近，到了山上后，几个衙役就分散开来找线索去了，只留了个小五在周青身边。黄明业见了，忙道：“周大人，现在还不知道这山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，不好让人都分散着走，还要保护你呀，还是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寻找比较好。”周青听完，也没看黄明业那好似担心他安危的焦急模样，心想怕是害怕我们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吧，但是不能让这黄明业看出什么，
所以倒没关系。他们6个都是身手很好的，而小五也还可以，会2下拳脚功夫，碰到大型野兽，保证你不会受伤。黄明业还想说什么，周青直接打断了他，让他保持安静。在山上找了几个时辰，等那几个衙役再出现在周青身边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，回家可以吃晚饭了。可他们中饭都还没吃，看到回来的衙役手上什么都没拿，黄明业放松了许多。他看周青在看他，忙道：刚他们走开，可把我吓坏了，生怕有什么野兽出来袭击周大人啊。周青笑道：多谢黄村长关心了，我们这便下山吧，回去再仔细想想哪里出了错。黄明业连连点头，带着他们下山了。吃完晚饭，周青借口今天实在太累了，爬了一天的山，早早的就歇下了。但他回到房间后，那2个暗处的人立马现身出来汇报了。查探黄明业房间的那个人道：回大人，那黄明业房间里没有暗室，却有一个暗道。你们走后，黄明业的妻子一步不离地守在房间里，还是我向他喝的水里投了一些巴豆粉才进去的发现的。那暗道在房间唯一的柜子下面，我下去之后，一直通到尼姑庵方向，尽头有扇门，我悄悄地把门撬开来进去了，然后和老二碰上了。周青听完，又看着老二，老二就是另一个暗卫，那个探访黄明业房间的叫老三。他点头道：我去查尼姑庵，还是在你们在门口那会才进去的。他们那里确实有8个守卫，而且那守卫的功夫应该不在我之下。我进去暗道后，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守卫，还跟他动了手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打晕了，藏了起来。我还听到了2个尼姑的对话，他们说什么好像是要把人转移，因为这里已经被人怀疑了。后来我就跟老三碰上了，我们又在暗道里走了一会，发现那里面的暗道错综复杂，我们不敢再深入，怕碰到更多的人，想着先回来跟大人汇报一下，看大人的安排。周青听到这，唰一下站起来，道：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现在已经能肯定，就是那些尼姑抓了那些失踪的人。说完，他大喊一声：小五，你快马加鞭，回县衙多派些人手过来，现在就走，一定要多派些人。然后他又要那几个衙役，一个人负责把黄明业一家控制起来，2个人去尼姑庵那边看着，剩下的3个人去村子各路口暗处守着，站高一点，因为不知道暗道的出口在哪里，只能这样安排了。想着他们人多，要撤退也没那么方便，吩咐衙役发现异常立马回来报告，而2个暗卫则待在他身边，等着大部队过来。那黄明业被抓的时候，还莫名其妙喊着他们抓错人了，直到周青把他带到他房间，把柜子移开，他才颓废地坐在了地上。他妻子也是知情人，这会看他们知道了暗道，也是吓懵了。周青看着黄明业道：这会害怕有什么用？跟他们合伙残害自己同村人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害怕？黄明业叫道：我没有害他们，那些尼姑只说让我把人叫去山上，他们抓走了之后，过几天会放人的。可没想到，人一去就被他们不知道弄哪里去了。周青又冷笑道：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天真，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？黄明业老泪纵横的道：他们给了我200两银子，才刚够在县衙买2个小房子。周青道：你也算是一个慈父了，但是对于那些失踪的人，你就是刽子手。听完，黄明业哭得更加厉害了。小五很快，第2天清早大部队就来了，看着那几百号人，想着那些衙役也没回来禀告，想必还没有什么发现。周青手一挥，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在那2个暗卫的带领下向尼姑庵行进。他们走得很快，到了尼姑庵之后，破门而进，发现里面空荡荡了，想必是看到这么多人上山躲起来了。刚好那2个暗卫知道暗道入口，
带着人从那门口进入，只要有分支路就分一些人过去追。结果在3个出口不远处追上了那群人，而那3个出口有一个就在那座山上，隐秘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。一番打斗后，终于制服了那群人。没想到那些尼姑也个个是好手，而那10来个村里失踪的青壮年也赫然在列，还有很多年轻相貌较好的女子也在其中。不管男女，都绑着双手，然后用一根绳子牵着他们。就是因为他们被绑着，走得很慢，才被官兵追上。如果那些尼姑和守卫放弃这些男子，官兵还不一定能追上他们。抓到人后，那10几个男子就让他们的家人领走了，而那些被抓的女子还有尼姑守卫都带回县衙进行审讯。大堂上跪着20个人，个个眼神都凶神恶煞的。那几个尼姑把帽子一摘，头发都长着呢，根本就是假的。周青看着他们，厉声道：“快从实招来，否则棍棒伺候。”那些个男女也都是很绝色，个个瞪着周青，一副打死不开口的样子。这时候师爷在周青耳边说道：“大人，还是分开审讯更好，各个击破更容易，大家在一起会激发出这些人的义气，到时候没人会说。”周青一想，自己真是糊涂了，居然没想到这一点。于是他赶紧安排人一个一个审，不说的就用刑。周青又让他们主攻那个假冒庵主，因为他是庵主，知道的肯定比别人多，而且她还是女子，更好击破一些。果然，周青的决策是对的。没多久，那个假冒庵主就坦白了，原来他们全是一个青楼里的办事人员，都是孤儿，从小被青楼的老板养大，专门负责从各地寻找年轻女子，送到那边去，保证那边有源源不断的新人。近2年，东家又新开了一家小官馆，所以他们才急于寻找年轻男子。他们在那个尼姑庵待了几年，都是从各地找了年轻女子后，先在那边待一段时间，等风声没那么紧了，再往外送。面这次是因为那边要得急，说是不管好不好看，只要是年轻力壮的就行。我们又了解到那个村长黄明业需要钱，才威逼利诱，让他给我们提供人的。为了让他方便提供消息，我们还特意挖了暗道到他家，没想到只利用了1次，就被你们发现了。而那些山里面的暗道早在建尼姑庵的时候就建好了，主要是为了送那些女子出入不被人发现。周青又问，那些女子是如何在上夜之间被你们掳走的？那假冒庵主又道，先由我们下山选人，然后跟踪记录地址、家庭情况，然后由那几个守卫晚上下迷药，把他们一家都迷晕，然后再把相中的人扛走。周青道，你们还真是好计谋啊。审完，派人告诉了自己的好友，也就是邻县的知府，人已经找到了，让他派人来接，又马不停蹄地派人把人证物证全部送到那个青楼所属的府衙。很快就听到那个青楼的老板被斩了的消息，而那个黄明业夫妻俩也被判了流放，他的2个儿子因不知情就没有惩罚，但是村民们却恨他们入骨，把他们赶出了村，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